这里是登嘉楼，一个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州属。这里的人口95%由马来族群组成，延续着浓厚而独特的马来文化。登嘉楼拥有东海岸最美的沿海公路，这里有许多值得停留的秘境海滩，还有令人难忘的海龟活动。当然少不了绝美的海岛风光。以及一处处等待被发现的宝藏景点。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我眼中的登嘉楼。离开黎明后，我们准备前往东海岸的第二个州属登嘉楼。在抵达登嘉楼之前，我们来到了彭亨边界的一个海滩 Cherating。Cherating 是东海岸受欢迎的冲浪胜地，长长的金色沙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冲浪爱好者。海滩沿线也有提供冲浪板租赁和专业课程的商家，附近也有许多高级度假村，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我们来到了这里的 Ombak Cafe。Cafe 融入了精品小店，售卖精致的首饰和服饰。这里主要提供西式餐点，饮品的选择也蛮多的。食物的味道中规中矩。吃饱休息后，我们就离开 Cherating， 正式踏入登嘉楼的地界。由于今天的活动会待到比较迟，所以我们决定在竹盖这里住一晚，明天才到瓜拉登嘉楼入住。我们先来到了竹盖的酒店休整，这里距离待会要去到班代德罗马内只需10分钟的车程。一进来看到是3砖single bed的房间，还蛮大的，这里可以，这边有一些置物空间、挂衣区，有一个小小电视机，这边是茶水区。这边有休闲椅，还有小桌子，可以看到对面就是河景哦。房间空间很大，但卫生条件稍差，但作为今晚活动过后过夜的酒店尚可接受。接着我们先来到了班代德罗马内走走，这里下午会有一些售卖马来美食的摊位。这里是个遛娃好去处，还有个小型的卡丁车赛道。大约6点半就来到了海龟保育中心，这里注册付款。我们今天会参与2个海龟项目，第一个是现在要参加的放生小海龟，第二个则是今晚要参加的观察海龟生蛋。My name is Kawati. I am a nature guide. I'm also your organizer. The season for mama turtle come to lay the eggs is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Only one slot. Evening time, we have to release 7:28 because around here there is a lot of eagle nest. 我们帮海龟。在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将小海龟平均分配给每位参与者。今天参加活动的人不多，每个人都能放多几只小海龟。Ini hari banyak hatch, tak ramai orang. 生气了，累了。把海龟放到沙滩后，需要用光引导它们走向大海。
在大自然里，每1000只小海龟能顺利长大成年的不到10只。今天我们放生的这一只存活率或许只有1%，但如果它幸运的活下来，25到30年后，它会回到这里，再一次把生命延续下去。放生小海龟活动结束后，就到附近吃个晚餐。这里的菜色选择多样，价格也亲民，食物味道也不错，是个吃饭的好去处。在晚上9点，我们就回到了德洛曼尼这里等待。高洼地一样会说明观察海龟生蛋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现场不能有任何杂光，因为海龟对灯光很敏感。这片海滩7年后也将不再对外开放，仅限海龟观测的人与参与者进入。活动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建议要参加活动的朋友预留好时间，预定附近的酒店，因为要去到瓜拉登加罗还需要2-3个小时的车程。东海岸自驾游的第5天，一早我们先在出盖吃个早餐。我们来到酒店附近的文荣茶餐室，简单吃了些道地的早餐。吃饱后就开始了我们的沿海公路自驾游。我们今天会从出盖一路开往瓜拉登加楼，这一段路也是东海岸最精华的沿海公路。我们会把沿途看到的漂亮海滩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抵达的是班代德罗卡隆，这海滩维护的不错，一早就有一些游客到访。接着沿路来到了令人惊艳的班代基加。这里虽非外岛，但海滩的海水却比许多外岛更清澈迷人。这海滩绝对是我们来到东海岸无数个海滩觉得景色好看的前3名。推荐大家来到东海岸可以来这个海滩走走。接着沿途来到了这个旧码头，碰上了这里举办着净滩活动。下一个海滩来到了班代格马辛，班代格马辛绝对也是这沿海路线必来的海滩之一。离开格马辛后，我们就一路开往下一个城市龙运。经过戈代时，沿路会看到有许多石油工厂。午餐我们在龙运镇上选了这家醒92咖啡店。点了他们家的鸡饭、白斩鸡和烧鸡各来了1份。
鸡肉分量足，价格亲民，味道也相当不错，是当地人很喜欢来吃午餐的好去处。吃饱后，我们来到了龙运的一个历史遗迹——德罗旺 Bukit Debu， 这是条穿山而建的旧铁路隧道。建于1932年，由日本矿业公司开凿，全长约143米，是运送 Bukit Besi 铁矿石的重要铁路隧道。近年来，当地政府拨款修复与美化，成为了这里的新地标。接着，我们来到了龙运的海滩。从灯打波到下来俯瞰的景色很好看。这里的海水清澈的，能看到游动的小鱼和海草。旁边还有个小海石洞，可以走进去探索。透过无人机视角飞到洞穴更深处，才发现原来这里还藏着更迷人的风景，真是别有洞天。这应该是当地人才懂的秘境，被我意外发现了。飞到灯塔上，还看到了黄泥水和青蓝水交界的奇景。由于淡水与咸水的密度不同，混合不均时就会形成明显的颜色分界线。这个海滩真的很令人惊艳，这样的景色真是许多外岛都难有的，绝对是来东海岸必来的海滩。下一站来到了附近的另一个海滩。班代巴杜布兰洞是龙运的另一个迷人海滩。海滩中央矗立着一个酷似小鹿的巨石，这里也因这岩石而命名。离开龙运后，一路向北，沿着沿海公路前行。我们来到了这椰树林立的海滩，村中随处都是悠然漫步的牛羊，充满着纯净淳朴的生活气息。离开这里后，我们就往瓜拉登嘉楼市区的方向行驶。抵达瓜拉登嘉楼之前，先来到了这漂浮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于1995年，是马来西亚第一座真正的漂浮清真寺，以白色为主，融合了现代与摩尔式建筑风格。清真寺建在一个人工湖上的混凝土平台，周围环绕着湖水，营造出漂浮在水面上的视觉效果，成为其独特的标志。清真寺旁还有小公园，可吹风散步，感受湖边的大自然美景。这条是埃拍河，它从登嘉楼内陆流向南中国海，在入海口形成一片泻湖。公园环境很不错，是个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接着我们就前往瓜拉登嘉楼的市区，先去check in我们在登嘉楼入住3晚的住宿。
酒店整体环境很不错，性价比很高。接着我们就开始探索瓜拉登角楼的各大景点。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必去的登角楼唐人街。唐人街上有很多早餐可选择，这里能品尝到各种地道的美食。拿了一份潮州蒸粉果，据说这是登角楼特有的糕点，它是用鸡蛋和板蓝做成的。这款味带有浓郁的椰浆风味，还加了一碗云吞面，味道就比较一般。接着来到唐人街的历史地标和安宫。和安宫是当地最古老的寺庙，最早可追溯至1801年。1915年，唐人街爆发致命流行病，民众在庙中祈福并修缮庙宇后，疫情奇迹般消退，和安宫成了当地华人祈福的信仰中心。唐人街上还有一条文创海龟主题小巷。巷墙及地面地砖以丰富的海龟马赛克图腾为主，融合了教育意义，向公众传达保护海龟的理念。巷中不仅有海龟马赛克，还有金属名牌科普海龟保护知识。傍晚时间，和安宫旁边的路还会有一些餐车在营业，主要是卖一些小吃甜点。住在瓜拉登角楼的这几天晚上，我们都会来到唐人街吃晚餐。其中一天的晚餐来到了这家海龟乡附近的炭烧瓦煲鸡，他们的瓦煲鸡是用炭火慢煮出来的，主打的是瓦煲鸡饭，也有其他瓦煲类的美食。炭烧瓦煲鸡锅气十足，香味扑鼻。瓦煲老鼠粉口味相对清淡些，但味道也不错。唐人街旁边还有个夜市，吃饱后可以慢慢散步逛逛。这里是个马来夜市，摊位不算多，有售卖各种小吃和服饰的小档口。随后我们也到了2024年底才开幕的麻阳摸逛逛，这里是目前东海岸最新的大型购物中心。也许是这里才开张不久，餐馆选择比较有限，吃饭时间每一间餐馆都爆满。我们来到了这家餐馆吃晚餐。点了一份米粉soto，米粉吸满清汤的香气，味道不错。nasi goreng pattaya bengek，炸鸡配上炒饭很下饭。瓜拉登角楼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了水晶清真寺。游客进入参观需遵守清真寺的着装要求，如着装不符合规定，这里也有提供合规的服装供免费使用。水晶清真寺在2006年动工，于2008年正式启用。整座清真寺由钢铁玻璃与水晶结合设计，建筑外观会随着阳光角度呈现金色光泽，璀璨夺目。水晶清真寺坐落在瓦曼岛上的伊斯兰文明公园里。在伊斯兰文明公园景区内，除了水晶清真寺，这里还汇聚了全球23座著名清真寺与纪念性建筑的缩小模型。下一站我们来到了登角楼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前，入口有个复古火车模型可以打卡。
博物馆建筑以传统登嘉楼马来宫殿为蓝本，采用独特的斜坡屋顶设计，综合精美木雕，极具文化与视觉张力。背包不能携带入内，可以寄放在入口处的寄存柜。展厅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带有浓厚的传统氛围。这里有马来西亚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文字石刻，以爪夷文刻写，记录了伊斯兰律法在马来世界的传播。接着的是纺织馆，主要介绍登嘉楼以马来传统纺织工艺的文化。2楼的工艺展厅展示了马来传统手工艺品。这区还展示了马来传统乐器和皮影戏。博物馆内还收藏了本地和各国早期的贸易货币。皇室展厅是博物馆最具华丽感的展区之一，展示内容包括登嘉楼苏丹的御用品、皇家器皿、加冕与仪式文物、皇家生活影像资料等等。这里展出了油画、水彩等艺术作品。临时展厅的楼下就是自然历史馆。这里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动物标本。利用仿真森林环境，把动物标本布置在树木、岩石旁，营造出热带雨林的氛围。这里也展示了登嘉楼及马来半岛出产的矿物。这博物馆的展品还挺丰富的，有来到登嘉楼可以来这里参观。午餐我们选择了一家日式 cafe， 这家餐馆以日式风格装潢为主，入店内有种置身日本的感觉。菜单以日式料理为主导，还有一些意大利面可选。饮料方面的选择就比较丰富。点了一份鸡肉明照便当，味道还不错。
鸡肉拉面汤头很香，分量刚刚好，还来了一杯抹茶拿铁。这里环境舒适，大热天来用茶和喝茶都很适合。傍晚时分，我们前往瓜拉登嘉楼市区的海边走走。无意间走到了这个小众海滩。令人意外的是，在这超过95%人口都是马来游族的海滩，有当地的爱心组织在这里容纳了一大群狗。这种善待狗的做法让人敬佩。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份善意是来自游族之手，让我们看见跨越文化的温情与理解。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宝藏点，只要爬上这个坡道，就会发现这个当地人才懂的秘密基地。在大树下还有用循环材料制成的长凳，随时可以坐下来乘凉，感受人与自然的温柔和谐。瓜拉登嘉楼的第3天，我们将前往布拉卡巴斯一日游。从市区前往布拉卡巴斯码头只需要差不多20分钟的车程。抵达码头后，就可以在这里当场购买船票配套。我们购买的是 MGH 公司的船票，这里可以选择船票而已，或者是包括浮潜、爬山的配套。我们购买的是包括狮子山行程的配套。船票加爬山的单人费用是50令吉。旁边另一家公司也有出售船票，买好船票后，再到这2个柜台付个码头费跟海洋公园费。马来西亚公民的成人票都是5令吉。我们来到码头的时间大概是早上8点半，买好票后就无需等待，就直接登船了。从马拉码头到布拉卡巴只需15分钟左右便可抵达。大约早上10点，我们就乘坐快艇出发到狮子山。购买狮子山配套的目的是可以乘坐快艇直接抵达狮子山下。如果从欧巴卡巴斯 Resort 步行到狮子山的话，还需要2公里的路程。前往狮子山的时间每天只有2趟，分别是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如果是自己徒步过来，就可以错开这些时间，独享美景。要上到山顶的斜坡是蛮陡的，建议要穿好登山鞋过来。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带大家看一看狮子山的绝美景色。这里的景色绝对也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数一数二的美景了，很难想象距离码头只需不到20分钟的离岛能有这样的景色。这里的地貌还给我有一种小法罗群岛的感觉。不知道看到这里的你们觉得景色如何？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在山顶观赏完景色后，准备下山到另一处观景。向导会带大家走到这片区域，要走过这段区域并不容易，但只要走过这一段后，就能在这漂亮的区域玩水观景。大约在12点之前就会准备离开这里。由于当时退潮海水不够深，船就没法来到山脚下，需要步行到前面的海滩上船。这里真是马来西亚少有的地貌，有来到棉花岛很推荐过来这里。接着我们就回到 Kapal Sekolah 的区域。我们没有选择参加下午的浮潜，只是坐在餐馆休闲看海和附近走走。岛上餐馆的选择不多，我们来到了这家 Ombak Cafe。下午的时间大多在这里吃饭看海。最后眼看天色变黑要下大雨了，就提早离开这里回到市区。回到码头后，附近还有个值得去的地方。Mara Wetbreaker 最初是为了保护海岸线和 Mara 码头而建，通过减缓海浪冲击力，降低季候风期间的破坏。防波堤两侧堆砌的3叉石墩，如今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现在已经变成许多游客会前来拍照打卡看海的旅游景点。登嘉楼旅程的尾声当然少不了这里的地标性景点。Jambatan Angkat Kuala Terengganu 是登嘉楼的一座标志性吊桥。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第一座斜拉式举升桥。吊桥采用液压升降设计，可升起以允许大型船舶通过。桥梁塔楼设有高空观景台，可俯瞰登嘉楼河口的壮丽景色。想要俯瞰吊桥景色，可以来到这个公园。晚上来这里散步吹海风，还可以观赏到吊桥夜色。我们在登嘉楼的旅程就在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可以看到这里的你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帮我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获取最新的旅游动态。下一期我们将前往东海岸3号公路自驾游的最后一个州属吉兰丹，去看看这个被大洲人刻板印象很落后的州属有什么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